学生们正在上课，突然外面一声巨响，他们下意识地往外跑。老师看到后也跟着跑了出去。这不是地震，而是孩子们听到了打雷的声音。他们拿着锅碗瓢盆来到操场，可怜巴巴地望着天空，然而却一滴雨水也没有落下。这是西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已经整整3年没有下雨了。常年的干旱让河道早已干涸，大地没有植被和树木的保护，满眼都是黄土高坡。张美丽是村里唯一的教师，因为脚特别大，村里人都叫她张大脚。她的丈夫因为没有文化不懂法，盗窃铁路轨道上的铁钉34根，导致火车脱轨被判处死刑。这让张美丽深刻认识到知识的重要。她一个人拉着孩子教他读书写字，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够走出大山。可儿子在7岁时生病，不幸夭折，她便开始教村里其他孩子读书认字。由于文化水平有限，她把千里迢迢读成千里昭昭，舔手指不卫生的翻书习惯也被孩子们学得有模有样。直到这个女人的出现，他们的命运才有了转机。张美丽带着孩子们走了好几里的山路来迎接她。看到夏雨风尘仆仆的样子，张美丽从水缸里抽出半盆水给她洗脸。可当看到水里的泥沙，夏雨迟疑了一下，她简单洗了下手就要去倒。哎，可不该倒嘞，不该倒嘞。哎，他们来，夏老师过，给你们都洗把脸。哎呀，等孩子们洗完脸再拿去喂驴。这一幕让夏雨十分震惊，他不知道水在这里这么珍贵。为了迎接夏雨，孩子们坐在操场轮流给他表演节目。在这片贫穷的土地上，每个孩子都洋溢着天真的笑脸。晚上，张美丽看到夏雨在吃药，她担心地问道：“夏老师，你这咋了？你治病了？”“啊，不是，这是维生素。”“维生素？”“可当她端起水，却怎么也咽不下去，水里全是泥土的味道。张美丽看在眼里，隔天她就到镇上买茶叶。可当听到售货员说4块2毛钱的时候，她又装作没听到，尴尬地走了出去。整个村子只有一口老井，每天水井旁都排着长长的打水队伍。张美丽告诉夏雨，作为村里唯一的老师，她享有打水不用排队的特权，这也是村里对孩子教育为数不多的支持。夏雨疑惑为什么不多打几口井，可这里已经3年没有下过一滴雨，打出来井也是白费。虽然夏雨提前对这里的环境有心理准备，但没想到会这么差，每天都是吃不完的洋芋。课堂上，张美丽让孩子们用千里迢迢造句。夏老师千里迢迢从北京来，张老师把多年积攒下来的稿子给夏老师当毛方用，我们还用玉米叶子擦钩子，逗得夏雨哈哈大笑。他起身告诉孩子们这个字念条，千里迢迢。他还指出用嘴舔完手指翻书不卫生。孩子们都齐刷刷地望向张美丽，这让他感觉很尴尬，但更多的是欣慰，因为孩子们终于有了好老师，能够得到正确的教育。为了能够留住这个城里来的老师，天还没亮，张美丽就到井边帮夏雨洗衣服。早上，夏雨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，她四处寻找，最后发现衣服都被张美丽用水洗了。张美丽不知道这些进口的衣服不能水洗，这些衣服全部缩水变形，不能穿了。我告诉你，张美丽，寄还我的东西，不寄还我的允许，你不准到底听见没有？看到夏雨大发雷霆，张美丽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坐在屋顶一言不发。没想到自己好心办了错事，她怕惹了夏雨不高兴，卷铺盖走人，这样孩子们就不能受到正确的教育。看着委屈而又小心翼翼的张美丽，夏雨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有些过激了。晚上做饭的时候，夏雨拿来自己的衣服，告诉你，这件衣服送给你了，你赶快试试看合不合适。她把衣服给张美丽穿上，还给她戴上了帽子和墨镜。本以为张美丽会开心，可她却哭了。怎么了，张老师？夏老师，只要你高兴，我咋的都成。夏雨被这个质朴的乡村教师感动了，她紧紧抱住张美丽，真诚道歉。夏雨开始教张美丽学英语，她学得十分认真，因为只有自己学会了，即便以后夏雨走了，她也能把正确的知识教给更多的孩子。张美丽还摸索出了独特记忆单词的方法。Good 是大的 ，day up， 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嘛。夏雨说英语不是这么排列的，但是如果这样能让你记住单词也挺好的。虽然夏雨极力想要适应这里，但杯子里的水实在是让她难以下咽，她又一次干呕起来。为了改善水的味道，张美丽趁天没亮就带着孩子们，他们沿着铁路步行来到镇上的火车站。车站里一个男人正在吃橘子，孩子们就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。男人把手里的橘子递给他们，孩子们却摇了摇头。可当橘子皮被男人扔在地上，孩子们突然一拥而上，男人以为孩子们是来抢他的行李，对着孩子们一顿大骂。干什么你们？赶来的张美丽急忙护住孩子。你干啥？干啥打我吧？你谁呀？我是谁？这是我的娃，你说我是谁？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，
其中一个孩子悄悄把男人的橘子拿走，他把剥下来的橘子皮塞进衣服里，然后把果肉全部还了回去。晚上村里来了个陌生男人，正是白天车站里的眼镜男。原来他是夏雨的老公，这次来就是要接夏雨回家。丈夫的出现让夏雨开始动摇了，虽然自己很心疼张美丽和孩子们，但村里的水实在是让她难受。她也知道自己始终是要离开的。第二天，夏雨找到张美丽，还没等她开口，张美丽神秘兮兮地递给她一杯水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用橘子皮泡的茶，是张美丽特意帮她熬制的。这些橘子皮是孩子们从镇上四处捡来的，他们希望夏雨能够留下，因为山里太需要一名真正的老师了。看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，夏雨心中百感交集，她最终还是决定留了下来。丈夫和她大吵了一架，扔下行李独自回了北京。为了让孩子们更好的学习，夏雨告诉张美丽，如果有台电脑就好了，上面有每个年级的课程，就算自己走了，孩子们也能跟着电脑学习正确的知识。可当听到昂贵的价格后，张美丽的笑容却僵住了。要知道在那个年代，4、5千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想要买台电脑绝非一件容易的事。张美丽找到村长提出了买电脑的事，村长从行政款里挤出了3000，剩下的只能由张美丽自己想办法。第二天，张美丽就带着孩子们盛装打扮，他们一边说吉祥话，一边让土大款资助买电脑。结果土大款表面一副阔绰的模样，但却不愿为村里的教育出1分钱。看到张美丽纠缠不休，土大款急了，他拿出1瓶白酒，承诺只要张美丽一口气喝光，就答应她买电脑的事。张美丽盯着他，眼神十分坚定。她接过酒瓶，咕咚咕咚一饮而尽。这一幕看傻了土大款，也看傻了夏雨。然而张美丽却满脸是笑。为了孩子们这一瓶酒又算得了什么？不久电脑就买回来了，孩子们围着电脑兴奋不已。很快1年的时间就过去了，夏雨的支教生涯接近尾声，她决定带张美丽去北京看看。可张美丽却心疼来回的路费和吃喝问题。夏雨让她不要担心，自己已经让老公提前都安排好了。在夏雨的一再坚持下，张美丽只好同意。离开这天，孩子们送上了他们准备的礼物，有家长那的布鞋，有自己家里种的大枣，还有孩子们在石头上刻的画像。画上刻的正是夏雨。孩子们以为张美丽再也不回来了，于是送了好久都不愿回去。回吧啊，回。老师，真的会想你呢。我知道，真的会想你呢。知道。他看着夏雨说自己不去了。夏老师，不去了，就这样，夏雨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了北京。孩子们看着车水马龙的大街，一脸茫然。夏雨带他们坐了电梯，逛了商场。孩子们趴在游乐场的铁丝网上，羡慕地看着城里孩子在里面玩耍。这时，旁边的男人大手一挥，请孩子们全部进去玩，可前提是听孩子们学驴叫。可以说个学驴叫。这一幕被赶来的张美丽看到，她大声斥责学驴叫的孩子：“拿出来，出来出来！这不懂事是咋的？”她问孩子们北京好不好，孩子们说好。北京好，对，吃的好，玩的好，住的好，咱们这个地方有啥都有啥。她让孩子们回去以后好好学习，将来上北京来上大学，以后就不用每天光吃洋芋种洋芋，把家乡建设的和北京一样。咱们山里不就是靠咱们吗？你们都是在好上学习，将来就不用，就再也不种洋芋了。说着，张美丽就哭了起来。她恨自己没有能力好好教这些孩子们，孩子们也都一言不发，默默流着眼泪。晚上，夏雨带他们来到游泳馆，孩子们吓得站在边上不敢靠近，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水。看着孩子们在水里嬉戏打闹，一旁的夏雨很是欣慰。第二天，夏雨的老公帮忙请来了土豆批发商，郭老板也是从黄土高坡走出来的。看着满桌的大鱼大肉，郭老板说自己很怀念家乡的油泼面。张美丽听了起身就要去做面，你就等着啊，我马上就给你做好一碗面了。哎呀，我做的面啥你都没有。结果被夏雨给拦了回来。回到家，张美丽很愧疚，因为村里土豆的事让夏雨花了那么多钱。这时，夏雨的老公走了进来，他掏出5万块的定金交给张美丽。原来郭老板被张美丽的真诚所打动，表示愿意长期收购村子里的土豆。临别时，夏雨劝张美丽留在北京，说自己已经帮她找了一份工作，可张美丽却执意要走。我留下来，这娃咋办？回到村子，张美丽把钱交给村长，村长立刻召开了动员大会，他让村民们把家里最好的土豆都交到学校去，由张美丽负责统一运到城里。就在所有人的日子越过越好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这天，张美丽在运送土豆的车上睡着了，可拖拉机在经过火车轨道时却突然抛锚了，眼看火车就要冲过来，慌乱中司机逃走了，张美丽和一车土豆却被撞翻在地。夏雨得知消息，急忙赶过来看望她。张美丽在病床上奄奄一息，回望自己的一生，她什么都没有成功，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们能走出大山。可惜她等不到那一天了。一阵风吹过，张美丽永远的离开了。病床前的夏雨泪如雨下，
他决定再次回到大山里，帮助张美丽完成未完成的梦，为我们呈现了一名乡村教师的光辉形象。他怀着无私的爱、坚定的心，在贫穷的小山村为孩子们播种知识，收获那一张张美丽的笑脸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。